大家好，我是玲玲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邻家生活。今天来分享一下我怎样自己在家里做披萨。我家人蛮喜欢吃披萨的，外面买的披萨味道不错，就是太咸。1-2年前我看到了这个配方和做法，觉得非常简单方便，不爱和面的也不用担心，手不用直接碰到面，需要有口平底锅，铸铁的最好。金属把不锈钢的我没有试过，感觉应该也可以。锅整个需要是金属的，因为我们先要把锅放在炉火上加热，然后直接进烤箱。不建议用不粘锅，因为烤披萨温度比较高。这个圆的直径11英寸，可以烤1份配方的量。这个长方形铁盘16英寸乘9英寸，2份配方的量，面有点多，会溢出来一些，因为它太浅。您可以参照这2个选一些差不多大小的烤制容器就可以了，没有一样大的也不用纠结。披萨面底不管厚薄都会很好吃。披萨本来就是有厚底的、薄底的，正常厚度的。试做一次，对用量和烤盘大小就有感觉了。我大部分时间用这个长方形的铁板做，这个圆形锅底不平，做出来的披萨容易粘锅，取不出来。建议大家用底部平的锅做。第一步做面团，您需要这几样材料和配比，把这几样东西混在一起，最好用个大一点的容器，因为面会发起来一些。用筷子或者 spatula 刮刀和匀就可以了。我这次和2份面的量，1份放在圆锅里，1份放在长方形铁板上，试一下薄的面底。盖上盖子或者蒙上封口膜，放一边慢慢发酵，大概22小时。今天做录像我自己来和面，平时这一步都是我10岁的儿子来完成的。第二步，大概22小时后，把面转移到烤制的容器里。先在烤制容器里涂一层油，目的是面跟锅底可以不粘得太厉害，烤完容易把披萨取出来。用刮刀帮忙把面团拨出来，有的做法建议刮刀上沾点干面粉，我觉得没必要，拨几下就出来了。然后再把面团稍微往四周拨一下，厚薄弄匀一些，盖上保鲜膜，让它在里面待2个小时继续发酵。发酵最后如果面填不满锅底，可以再拨一下。第3步，预热烤箱500度以上。我今天选525度，准备放在披萨上面的食材。披萨酱和 mozzarella cheese 是必须的，其他的蔬菜肉类就自己随意了。菜类尤其是出水多的不能加太多，否则烤出来上面一层水，效果就不好了。如果众口不一，就分片加不同的料。第4步，摆放食材。这一步好玩，家里有小朋友的可以带着一起做，先涂抹披萨酱，然后撒 cheese， 剩下的食材随便摆。披萨酱不要抹得太靠边，不然也容易粘锅。第5步，把锅放在炉头上，中高火3分钟。您可以看到面稍微发起来一些，这步蛮重要的，最好上闹表，以保证加热足够3分钟。3分钟后搬到烤箱里。第一次烤披萨的话，保险起见，定上10分钟的闹钟，时间到了就在烤箱旁边盯着，cheese会被烤得鼓起来发黄，这时候就差不多了。记住总共烤制的时间和温度，下次做就可以用这个时间和温度了。我今天是525度11分钟。第6步，取出披萨。发面的香味配着西红柿酱、cheese 和肉的香味很不错。我个人最喜欢这个面底，外面脆里面超软，口感很好，跟烤面包一样，面食就是刚做出来最好吃。我烤了很多次，前几次很成功，再做面就总粘锅底，有时候上面 cheese 的颜色已经金黄色，但面会加生。后来意识到是烤的温度不够，因为预热到500度以上花的时间蛮长，每次不到500度我就放进去了，所以烤箱预热要早一点。这个配方是发酵24小时的，如果急着做可以考虑多放酵母，用温水应该也可以，参照慢发22小时以后的效果就可以了。平时做的时候酵母的量是可以灵活掌握，比如头天晚上发，第2天中午吃，那酵母就多放一点点。如果烤出来太咸或者不够咸的话，可以调整面团里盐的用量、披萨酱的用量。
我试过店里卖的新鲜的 mozzarella cheese， 家里有爱吃 cheese 的小朋友可以试试。千层塔、菠菜叶也都可以做topping。另外时间上也不是很严格，你有事要出去，提前3小时把面拿出来放在烤制的盘里也没有问题。看了录像，有没有觉得做披萨太容易了？好处就是咸度可以自己控制，想吃什么可以自己加，自己的披萨自己做主。喜欢我的录像就请点赞，想看以后更多的视频就请订阅吧，谢谢收看。